玩游戏做游戏聊科技，今天让我们来玩游戏。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中艺时装中飘逸的逸。关于 Factorio 异星工厂这款游戏，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听过，甚至已经玩过了吧？这款游戏简单来说，就是一款高度自由、自动化生产、科技主题的生存游戏。在游戏过程中，玩家除了要探索未知区域、收集资源外，最重要的是，你还需要建立工厂，制作所需要的道具。这将耗费你上百个小时。最后，当你发射了火箭，你将可以完成这款游戏。游戏之中9成的道具其实都是可以靠玩家手动制作的。但是单凭玩家手工制作所有升级道具以及防御设施，那是多么不合理的事情。因为像那样从零开始一件一件的制作，将会非常消耗时间。为了打通关卡，你终将透过自动化组装机，也就是工厂，配合各种精妙的物流路线，自动化地生产所有设备与耗材。而这个自动化的设计过程，才是这款游戏最具挑战，也是最有乐趣的部分。有玩过这款游戏并且热衷过这款游戏的玩家一定知道，这是一款曾经耗费上百个小时、极度让人沉迷并且极具魔性的游戏。它总是会让你再玩一下，今晚熬夜；再看一下，明天请假。前一晚总是意气风发地盯着萤幕，隔天早上都想咒骂自己怎么不懂得放手。这种深夜白天逼出你双重人格的好游戏。关于异星工厂的入门介绍，我也就说明到这边。没有接触过或者是有兴趣的伙伴们，或许你可以参考我先前直播过的游戏片段，快速了解一下这款游戏的游戏方式以及风格。由于这款游戏好玩与否，它非常看人，这里我也就不多做入门的说明了。新瓶装旧酒，我今天反倒是想要介绍这款游戏的另外一种模式，也就是塔防模式。所以说，这部影片的观众群主要是锁定在曾经玩过这款游戏，并且对这款游戏已经有一定程度了解的玩家们进行说明。如果说你曾经打断手骨，发誓说自己再也不碰这款游戏，那我告诉你，这个模式将带给你全新的体验。赶紧接回你的手骨，约上你的3、5好友，再次感受这款时光精神屋一般的好游戏。Factorio 塔防模式，顾名思义，你将透过建设建筑物，阻挡虫群一波又一波紧张又无情的激烈攻击。你的目的将是守护火箭发射井，最终将火箭发射上天，赢得游戏。与自由模式最大的差别在于，游戏一开始你便已经完成所有的科技，你不再需要制作任何的科技药水瓶，只需要专线让你的火箭发射即可。开局系统就已经提供了2个箱子，里面包含了大多数的建筑设施，方便你快速开始。你的身上将会有10台无人机以及行动式的调度站，而且每次当你挂点，系统都会再次给予你10只小飞机，方便你快速建设。这样的设定，明摆的是要你广泛的使用蓝图这个功能。换句话说，这个模式就是要给那些已经深度玩过这款游戏的玩家进行自我挑战。如果你想要一敲一铲的采集资源，按部就班、漫步经营的游戏方式，这样是不可行的。蓝图在这里非常的重要，建议你可以在创造模式或者是在已经完成的自由模式中，妥善的使用 Ctrl+C 建立自己的副本，并且输出成 Base64 的蓝图档案。当塔防模式开局的一瞬间，就透过汇入蓝图的功能，将你的蓝图导入，以便战胜塔防模式的激烈挑战。游戏进行前，我非常建议你至少约上额外另一名玩家一起挑战。这是由于塔防模式中进阶科技升级的资金，它必须来自于虫巢建筑物的主动破坏。另外一方面，虫群的攻击力与防御力，它的进化也会随着时间推演逐步提升。换句话说，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守在家里，你的防御设施对于虫群的攻势终有一刻将无法造成有效的抵御。除了基础建设外，你还得抵御虫群的周期性攻击。每日太阳西下，虫群都会派出大量的军队挑战你的防御阵线。在团队之中，一个人负责发展内政，另外一个人负责攻击虫群，进而获得升级的资金。这恐怕已经是最低限度的挑战阵容。我猜，当你第一次进行塔防模式，由于这种玩法跟自由模式天差地远，你可能会手忙脚乱。所以，这里我非常建议你前面几局的挑战中，可以先选简单等级，并且关闭无限地图这2个选项来进行游戏。等你和你的伙伴熟悉整个套路之后，再逐步挑战普通、困难这2个难度，这会让你玩起来更加顺畅，游戏体验更为舒爽。围墙内的建筑布局，除了基础的资源采集，那是基本功不细谈外，围墙四周原先就已经预设有稀疏的机枪炮台，这边建议你大刀阔斧补上满满的炮台，并且配合传输道以及机械手臂，无时无刻的自动化补充弹夹。接着建立维修工具的自动化生产工厂，并且配送进黄色的物流箱。建立无人机站点，将绿色范围涵盖到整个围墙。
定期手动建造建筑无人机，并且释放，这样你的小飞机就会自动维修受损的防御设施，让你在中后期更能够安心的专注于发展内政，一直到发射火箭。科技配点上，我们格外注重动能武器的伤害以及射速，这样除了围墙内的防御设施能够稳定的提升外，也能够有助于你的突击队在外面攻城略地时能够事半功倍，赚取更多的升级资金。当然，偶尔分配1-2点的采集等级，更能加快你的采集效能。至于那些出门在外打拼的突击队员们，记得要先到水中捞取可食用的鱼，你可以透过热键 Auto 加 D 来呼叫小飞机帮你抓取。在这款游戏中，食用鱼就等于红色药水，吃了之后就可以恢复体力。当你在突击虫巢时，它能够提升你的战斗续航力。出门在外，记得身上多带几个机枪炮塔，事先建立好炮塔蓝图，将弹夹放在热键上，按住 Ctrl， 并用滑鼠拖移弹夹到机枪塔上面，可以一次性的将弹药全部塞进炮塔里面。突击虫群前，先部署完成，引诱他们对你发起进攻。透过机枪炮塔清除前锋部队，趁这个还没有新鲜虫群的空档，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对虫巢进行清理，赚取升级的资金。最后，游戏中期快速升级的关键在于建设火炮塔以及自动化火炮塔弹药生产线。由于火炮塔只会攻击虫群的建筑物，加上广大的攻击范围，它可以大幅拉开你与虫群之间的武力差距，提升你获胜的几率。好啦，以上就是我针对 Factorio 塔防模式的分享以及游戏战略建议。如果你曾经玩过异星工厂，推荐你可以约上3-5好友再次挑战这款游戏，一定可以为你带来完全不同的游戏体验哦。最后，让我来展示一下我跟我的伙伴们在塔防模式中成功发射火箭的那一刻。放进去了，想要来射一下？发射咯！等一下，我的板板还我！你要不要射了？快点！要！谁的车啊？挡路！发射！完了，我往前开了，我跟你讲。我按喽。按了。没反应。怎么请你会？再把步。冲啊！我跟着他跑。冲啊！走开！啊！水管爆了，水管！哎，就这样获胜了，就这样子啊。OK，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还请按赞、订阅、加分享。我是中意，始终中飘逸的逸，非常感谢您的观看，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2022年新年快乐！这边一样工商服务一下，我们家小杨推出了新的耐贴图，就是咩的咩咩咩咩新年日常，这是配合2022年新年喜庆所创作的贴图。有兴趣的伙伴们可以扫描画面上的 QR Code 到 Nice Store 上面参观选购。您的支持就是我们夫妻俩创作的原动力，非常感谢。最后，在这新的一年里，祝福您生龙活虎，虎跃星辰；虎虎贺岁，虎气冲天；如虎添翼，虎力全开；虎虎生风，龙腾虎跃；虎啸祥瑞，瑞虎丰年；鸿虎齐天，五虎临门。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都能虎满乾坤，虎满门，虎年行大运。